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 Obsidian 的外挂，它的名称叫做 Data View。那它是呢可以来协助我们制作索引笔记的一个很方便的工具。主要是它提供了一个动态查询的语言，可以让我们从我们的笔记档案里面呢捞取我们需要的资料，并且把它呈现在我们的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下面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好，目前我们在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左边呢就是我们实际的笔记的内容。那我们在这个倒引号 Data View 这一个语法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 Data View 的查询语言。那透过这个语言呢，我们从我们的笔记里面只要它有写上井号 Obsidian 这个标签的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预览的页面里面因此，我们只要下这个查询的语法，在我们的预览的时候呢，就可以变成是一个表格的形式。它会把我们所有井号 Obsidian 的内容呢，全部帮我们过滤出来。我们可以取得我们笔记的标题的名称，还有呢，它修改的时间、建立的时间，还有我们在页幕区也就是我们在最上面我们笔记的最开头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去写一个页幕区也就是我们一个诠释资料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透过这边来做查询。那它就会可以把这个页幕区里面的栏位呢，当做我们要查询显示的一个栏位，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使用那也就是说 Data View 呢，就是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语言，让我们可以来针对我们所有的笔记呢，做一个查询的一个操作。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Data View 的语法是要怎么来写这个语言的。Data View 的语法呢，基本上就跟 SQL 一样首先就是我们要先指定一个输出的格式，后面呢可以再列上我们的栏名，然后再指定我 from 要从哪一个资料来源来查询资料，后面接着呢再用where呢形成一个查询的条件最后再用 sort 呢来针对某些栏位来做排序那基本上的语法是格式是这个样子那真正的要使用的语法是这个样子这一个输出格式呢有3种格式就是可以用 list， 那它就会形成是一个清单，或是 task， 它就会形成是待办事项的一个清单，或者是 table， 它就会形成一个资料的表格。然后呢 table 后面可以再指定需要出现的栏位然后 from 呢有2种的资料来源如果用井号开头呢，就是说我可以去查询所有的这个标签。那如果是用双引号刮起来的呢，就表示说我要从哪一个我的储存库的某一个资料夹里面呢去找资料然后这一个 from 呢，也可以用 and 或者是用 or 呢来指定一个以上的来源比如说我可以又从标签又从资料夹那你就可以用 or 来做一个from 的一个语法那这个栏名是 table 的输出格式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那通常我们会使用下面的这几个笔记档案的属性比如说我要取得我的档名的话，我笔记的这个档名的话，我就用 file 点 name 那这个 table 或者是 list 或者是 task 它其实基本上都会直接去取得我们笔记的档名还有呢，我的路径点 path， 或者是我档案的大小file 点 size， 或者是我的建档的日期我这一个笔记建档的日期是 file 点 c time create time 然后 file 点 m time 呢就是修改日期modified 的一个时间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属性呢，我们通常可以放在 table 的后面看你需要哪一个栏位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那这个栏名我们也可以使用 as， 然后后面呢就给一个显示用的一个文字很可惜是目前还没有办法使用中文的那你那个使用英文的话你可以用减号或者用底线让它中间有类似一个空格的一个效果出来那这个就是它基本的语法好，那我们如果各位如果熟悉 SQL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查询语法的一个比较基本上右边这个是 SQL 的写法，我们一般就是select 星号 from 哪一个资料表或者是哪一个 view， 然后呢再用where指定条件
最后再用 order by 来做排序。那在 data view 里面就是使用 list task 或是 table， 然后接着呢如果你是 list 或 task 的话呢，你不用写栏名它就是预设就是所有的栏名。那如果你是 table 的话你可以自己再来指定要哪一些栏位那通常我们就会使用上面这一些档案属性来当做我们的栏名。然后 from 呢就可以用井号，或者是井号是标签，或者是用双引号呢从文件夹里面抓出来。那条件一样是用回尔条件然后排序呢，它这边使用的语法关键字是 sort 不是 order by 是 sort。好，那大概基本的语法就是这个样子。那下面我们就实际来看几个例子这样子看了例子以后，大家很快就一定很快就会学会这个语法了。好，我们刚刚在讲档案属性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没有提到的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属性叫做 file.day。那 file.day 事实上是一个布林值也就是真假值的一个栏位的一个名称它基本上就是只要你的档名带有日期格式就是年月日这样的日期格式呢，就会符合 file.day 的这个值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是把我笔记里面我的档名带有日期格式的都把它给列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语法list 空一个 from， 然后呢空的2个双引号那双引号里面没有指定资料夹的话呢，就表示是所有的资料夹也就是我们储存库里面的所有资料夹我都要取出来的话，然后呢我要它的 file.day 是 true 是真值的我就把它选取出来。因此它就会把我的储存库里面所有我档名有带年月日的全部就会帮我们列出来。然后同时呢我们要用 file.day 它直接这一个档案的名称来做排序，所以我就可以用个 DESC descending 这个就是降幂由大到小这样子排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就是用 file.day。那下面这一个我们就是一样是用 file.day， 可是我是使用 table 的格式输出。那后面我们又指定了一个 file.mtime， 那它这个呢就会变成是同时就显示出我们的修改的日期我修改的时间就会呈现出来好，那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要找出我所有井号 blog 的这个笔记，所以我们用表格的输出格式，然后后面呢我要用 file.mtime 就是我要它的修改日期。那我不要用 file.mtime 这一个字串像我们这一个字串file.mtime 我就可以用 s， 然后呢把它变成是 modified减号 time， 那它显示出来就会是类似这个样子modified 空一格 time 这样子的格式。还有呢 file.ctime 就是我的建档的时间。还有呢我们的第3个栏位就是 name 是一定固定会出现的啦就是我们笔记的档名嘛那后面这个 date 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在 YAML 区里面的栏位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在 YAML 区里面我们的笔记的开头有定义这个全市资料的时候呢，我这个里面如果有设这个栏位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我这边这个是我们的 YAML 区实际的例子我有一个 date 我的这个日期2021年2月19号，我会有一个日期的这个栏位，有 analysis 的栏位，有 description 这个栏位，有 text 的栏位，有 blog 这几个栏位全部都可以拿来做显示的栏位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是抓date 我们在这边就抓了 date 跟 aliases， 因此它这边就会出现 date 跟 aliases 那有的它就会输出，那没有指定你的 YAML 区没有指定这个栏位的它就会变成是 null就是像这个样子有的就是实际上我的 YAML 区里面有设定这个栏位，它就会呈现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所有的笔记里面有井号Obsidian 的所有的笔记呢就全部就会变成一个列表好，那这个就是第2个范例那第3个范例呢，我要取出我的笔记里面带有井号 Obsidian然后同时呢我是要抓里面的待办事项，因此只有待办事项的这个语法的才会被显示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待办事项，我这
代办事项这边没有，那我把它改成抓所有的目录。好，就是我这边找不到有井号 Obsidian 的了哈。那我们就把这个 from 改我的资料来源改成是所有的资料夹，然后后面这边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我在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有代办事项的内容它就会呈现出来。那这个 task 呢，就是只抓代办事项的。好，那第4个范例就是档名带有日期的这一个选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个那这边重复了好，那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就是使用 file 点 day， 它就会把档名里面带有日期格式的档案就全部列出来。好，那第5个呢，就是使用了函数的操作了我想要取出2月18号以后我有改过的笔记，那在这边前面一样是用 table， 后面再指定栏位，然后呢是所有的资料夹from 2个双引号是 from 从我们的所有的资料夹。那这个会有条件就是我的 file 点 mtime， 就是我的修改时间大于等于2021年的2月18号的全部都列出来，而且按照修改日期呢降幂排列，也就是最新的排在最上面。好像我们目前荧幕上看到这一篇它的路径因为我们显示的这个栏位是 file 点 path 嘛，所以它会把路径包含它的档名都直接显示出来。然后这一边是修改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时间都是2月18号以后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就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也用这个函数来做一个设定条件但是很奇怪，它跟 SQL 语法不一样，是我们 SQL 一般这边会是需要使用单引号但是它没有办法使用单引号这个单引号要拿掉。然后它有一个 date 的函数因为这个我们的 file 点 mtime 是 date 的格式所以我们要加我们这个字串左边要加上 date 的函数，就可以来指定一段时间了。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一个data view 的这个查询语言它的使用的方法。那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将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产生我们所有需要产生的索引笔记的。好，最后我们就实际来写一个查询出来好，我们现在加上一个横线好，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写我们的查询呢，记得要写这个倒引号然后 data view， 然后再倒引号好，我们的语法就可以写在这边好。然后呢我要写一个 table， 然后我要显示的栏位有档案的建档时间，档案的修改时间，档案的大小，档案的路径。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显示的栏位。然后呢，我要从所有带有 Obsidian 这个标签的当做我的资料来源。好，然后呢，我们再用sort 我要用档案的档名来做排序。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写完以后右边资料就马上就呈现出来了。然后这个档案看起来不是很好看所以我们就加上 s 来做一下修改s created time。好，那这个呢，第2个栏位呢是 s modified time， 要加个减号或者是底线然后后面这个呢是 s file 减号 size， 然后这边呢是 s， 我们就用 paste 就好了。好，那这边右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后的结果呢就呈现出来了。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很方便的动态查询的一个外挂data view。那希望对大家在产生索引笔记的时候呢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